新房装修，在家具的选择上，尺寸并不是越大越好。比如方形大茶几、L 型转角大沙发、2米以上的卧室床等等，它们既不好用，又占地方，而且价格也贵。但是不可否认，有些家居用品以及家用电器却是越大越好用。比如我下面要分享的这8个东西，建议你买大不买小。1. 电视的尺寸要大。虽说在智能手机和平板的冲击下，电视的存在感越来越低，但有一说一，电视依然是家庭装修中的刚需电器。如果客厅背景墙不挂个电视，总觉得少点什么。所以我的原则是，电视可以不买贵的，但尺寸一定要买大的。一方面是因为大屏幕带来的视觉冲击力以及画面的沉浸感都是小屏幕无法体验到的，另一方面即使不看，挂在墙上也显气派。所以说千万别去相信什么按照户型选尺寸，那就是伪命题。记住，预算范围内能买85寸的就不选75寸的，户型再小也不要低于65寸。2. 瓷砖的规格要大。家里装修，瓷砖一定要有，用过的人都知道，不管是地面瓷砖还是墙面瓷砖，尺寸规格越大，意味着缝隙越少，铺贴完的效果越大气。所以就地砖来说，除非你家是小于100平的户型，不然尽量选大尺寸，比如750×1500这个规格，目前也是公认最上档次、最出效果、最好看的比例。当然预算吃紧，退一步选择800×800规格的通铺，人工费和价格都会省很多。最不推荐的是600×1200规格的，价格贵不说，铺贴完还显小气。在我看来，这个尺寸更适合铺贴在厨房和卫生间的墙面，高度2.4米，顺着贴刚好2片砖，不仅显高，而且缝隙少，卫生好打理，也显大气。3. 油烟机的性能要大。买厨房油烟机，不是牌子越大，价格越贵越好。其实衡量一台油烟机好坏，主要就看吸力、风压和油脂分离度这3个性能参数。原则上来说，建议选大不选小。比如吸力越大，意味着排油烟的性能越强，所以排风量一定要大，建议至少要选择18立方米每分钟以上，即使爆炒也毫无压力。风压越大，代表着排烟动力越足，特别是高层住宅，建议至少选择400帕以上，才能避免油烟倒灌。此外，油脂分离度越高，后期清洗烟机越省心，使用寿命越长，建议选择92%以上的。满足以上这3个条件，即使1-2千元的机器一样好用。4. 冰箱的容量要大。冰箱的容量真的要选大的，特别是经历过疫情的特殊时期，日常囤粮囤菜成为了家常便饭。很多选择小容量冰箱的家庭，因为食材放不下，只能被迫再去购置一台冰柜。所以有过惨痛经历之后才发现，大容量的冰箱才更实用。像我家目前就是一台450升的大容量冰箱，囤货能力简直没话说，塞满之后够一家人吃上1个月的。很多人担心食物在冰箱存放太久会不新鲜，其实现在冰箱的制冷技术一直在提升，好的冰箱在锁水、保鲜方面完全没问题。比如目前的双制冷循环的十字门或法式多门冰箱，不仅容量大，而且还有分区储存空间，在除菌净味方面也技术先进。5. 水槽的尺寸要大。对于厨房洗菜盆的选择上，是装单盆好用还是双盆实用，一直争议不断。但有一点毋庸置疑，不管是单槽也好，还是双槽也罢，只有能放下炒菜锅的才实用。所以说，如果你家是小厨房，台面空间有限，建议首选75厘米以上长度的大单槽，刷洗大一点的锅碗瓢盆也没问题。如果不受台面空间限制，可以选择90厘米以上长度的双槽，单边尺寸45公分以上也能摆下锅具，另一边用来沥水洗菜，更干净卫生。另外，水槽建议安装台下盆，比台上盆好打理卫生，比台中盆更美观，再搭配个抽拉龙头，方便后期清理水槽卫生。6. 柜子的收纳空间要大。有过生活经验的人都知道，日子过久了，东西会越来越多。如果收纳储物柜不够用，家里的杂物就会到处堆放，不仅显乱，还不够整洁。所以，不如装修前就把家里的柜子做大一些，这样收纳的空间也就越多。比如说，入户的鞋柜、餐厅的餐边柜、厨房的橱柜、卫生间的浴室柜、卧室的衣柜等，能做通顶就不留空，多加几组抽屉，收纳也更方便。另外，建议首选定制，不买成品。定制可以根据空间尺寸合理规划，布局更灵活，收纳空间也更充分。比如说，鞋柜可以设计活动层板，摆放不同季节的鞋子，可以随时调节高度。衣柜内部空间也可以设计多座挂衣区，比叠放区更实用。7. 空调的匹数要大。要知道，空调的匹数越大，制冷的效果越好，升温降温的速度也越快。所以
千万不要为了省几百块钱去选择小匹数的空调，特别是面积比较大的房间，装个小匹数的空调，那就相当于小马拉大车，不仅起不到制冷降温的效果，而且还很费电。所以不管你是装壁挂空调还是柜机，都建议你根据房间面积选择买大半匹或一匹更为合适，后期使用起来也比较舒心。当然，如果空调使用频率高，想省电建议首选变频1级能效，如果不经常使用，想省钱可以选择定频空调。8. 洗碗机的套数要大。家用洗碗机虽说不像洗衣机那么普及，但却是可以提升生活品质的电器。对于有需求的家庭，我的建议是套数选择上买大不买小。很多人可能会觉得家里人口少，买个6套或8套的基本也就够用了。但是你别忘了，一顿饭下来可不单单只有餐具和碗碟要洗，还要有锅具和炒菜勺要洗。洗碗机的套数太小，意味着容量就小，大一点的锅具还要手洗，根本不能彻底解放双手。如果要装，就买13套以上的大容量，一次性把锅碗瓢盆都能扔进去，才更省心省力。如果担心餐具少的时候耗时常费水费电，可以选择带分层洗和快洗功能的。此外，选择有存储杀菌功能的洗碗机更实用，省去单独再装消毒柜了。新家入住前，家具这个重头戏就要闪亮登场了。话说，选家具也是一项技术活，有的家具颜值超高，但中看不中用；有的盲目跟风，实则是花钱买了个坑。本期小编结合自身入坑经验和网友真实反馈，为大家整理7种中看不中用家具，提醒伙伴们多避雷少踩坑。1. 茶几。茶几曾经是家具里必不可少的存在，但当下装修，越来越多的年轻人选择不放茶几，因为真正生活后它的利用率其实不高，而且客厅摆了茶几之后会显得小很多，尤其是小户型，就剩下一个过道了。并且有了宝宝以后，为了给孩子营造舒适的活动空间，客厅位置自然是越大越好，这个时候茶几也就成了鸡肋的存在。就像网友大文雅子分享的那样，茶几对于有孩子的家庭是个累赘，放东西在上面会被孩子扔在地上，还容易磕碰到孩子。不放茶几之后，给孩子营造一座游乐园，客厅宽敞了，就算孩子折腾的再乱，几分钟也能快速打扫战场。在小编看来，小户型实在是没必要放茶几。当然，如果你确实有这个需求，建议选一个简约轻盈、方便移动的小边机。2. 岩板餐桌。随着简约风格的流行，岩板餐桌也同样火了起来。它以高颜值、耐磨、耐腐蚀和好打理著称，小编也是因为这些原因才入手的。但用过之后才发现，不能光看表面，你还得看看它的另一面。首先就是市面上号称岩板的太多了，没有统一的标准规范它。网上几百元的岩板餐桌比比皆是，但很多都是拿瓷砖大板当岩板来卖，消费者也不是专业人士，不会辨别，这也就造成了餐桌开裂甚至炸开的情况发生，安全隐患很大。网友周怂怂，我家岩板餐桌的寿命30分钟，脆得像豆腐，就要起来想把它挪个位置就裂了，安装师傅还没走呢，它的寿命就到头了。所以说，小编建议，如果年轻人实在喜欢这种岩板的质感和高级感的话，那么大家就选择有底托的那种，增加岩板餐桌的牢固性。像以上图片里岩板炸裂的，基本上都是一层板，下面就是简单的钢架和桌腿，这种的非常容易断，加上底托后，它就不容易断了。3. 吊椅。吊椅可是个老网红了，小编也曾因为畅想着在阳光明媚的午后，坐在吊椅里晃晃悠悠晒晒太阳，看看书而入手了一个，但是真正用过之后才发现，真是鸡肋的存在。由于它设计的原因，刚开始坐进去还好，时间久一点就会很疲惫，腰酸背痛的，还控腿，也不能摇晃幅度太大，容易倒。而且上班的时间居多，吊椅使用频率极低，还占空间，现在更是闲置落灰的存在了。所以建议大家真的不要为了一时的新鲜感就轻易买单，多看看使用者的反馈，就能少交不少智商税。但如果真的想要生活中拥有一些调性，不妨选择一把摇椅，既舒适又满足了晃晃悠悠晒太阳的需求。4. 升降榻榻米。升降榻榻米这个家具，相信大家即使没买过也听说过吧，毕竟它前几年是真的火。当然了，现在也没有被彻底淘汰，小编是前些年装的修，正赶上它最流行的之后，当初选择升降榻榻米，主要是因为想着过年的时候家里人可以聚在一起搓麻将、打牌，平时3、5好友聚会时还可以坐在上面聊聊天、喝茶，而且它的储物空间也很多，又能储物又能休闲娱乐，真是一举多得。但是真正生活后才发现，
它的利用率一点都不高，并且每回用完收拾它也非常费事，得完全蜷缩进去才能擦干净卫生死角。而且有了孩子之后，更是基本没怎么用过，怕孩子磕碰到。再后来就直接当床用了，更是没有再升降过。小编以过来人角度建议大家，直接做正常全储物式榻榻米就可以了。后期真的就是当床来用的，只有换季需要收拾衣服被褥时才打开它，没必要多花钱做升降榻榻米。如果有桌子需求的话，可以买一个可折叠的小桌子，方便取用也方便收纳。5. 贵妃位沙发。说到贵妃位沙发，它真是老一辈人心头爱，又能坐又能躺，看起来就舒服。但是现在年轻人却越来越不喜欢它，总结其原因就是太占空间，也不太适合当下流行的极简风格了。网友艾特洛小贩家里人给选的沙发，现在丑也太土了，实在是不喜欢不能忍了，必须得改一改。贵妃位直接拆分开，坐垫套重新换颜色，靠枕也换新的，感觉沙发新生了。对于小户型来说，带贵妃位的沙发一点都不友好，特别占空间，不如直接买一个直排沙发，一个地墩或一人位小沙发，看着整洁立正时尚，还显着空间大。6. 床尾凳。床尾凳这个家具最开始是欧洲国家流行过来的，一般作用就是坐在上面换鞋、放睡衣外袍，还可以防止被子掉落之类的作用，主要跟床摆在一起，看起来很高档。小编当初也是因为看卖场这么一套摆着好看才买的，但是没考虑到面积问题。对于中国大部分家庭来说，它真的是个鸡肋的存在，因为我国普遍商品房的户型，卧室区域也就10多平的空间，放上床再放个床尾凳，基本也没剩下多少面积了，显着非常拥挤不说，半夜起来上卫生间迷迷瞪瞪的，还特别容易绊脚。小编有幸被绊到过脚趾头，那真是瞬间就神清气爽了，最后用不了多长久，它就沦为堆衣服的地了。小编建议，如果你的卧室非常大，且你的装修风格是欧式美式，那你可以考虑买一个，不然的话都不建议买床尾凳。如果有更换的衣服没地方放的话，建议买一个墙面挂钩或落地衣挂，极省空间，而且利用率也高。7. 豆袋懒人沙发。当初买豆袋懒人沙发的起因是，小编去澡堂的休息大厅休息，地面上放的就是这种豆袋懒人沙发，坐上去非常舒服。于是回家之后，果断在网上下单买了一个，但是用了一段时间后，就发现它真是很鸡肋。首先就是它是布面的，放在地面上的原因，它需要经常清洗，不然很容易脏。再有就是坐的时间长点，非常容易变形，软塌塌的。后来有一次拆洗时，不小心把它里袋弄破了。好家伙，里面的泡沫填充物撒得到处都是，而且泡沫填充物因为静电的原因到处粘，收拾了2个多小时才收拾完，果断扔掉，再也不会买了。小编建议，如果特别喜欢低矮的懒人沙发，可以考虑买一个皮革面里面带支撑的懒人沙发，又好打理卫生，还不易变形，同时也没有填充物炸开的风险。文末总结，以上内容都是来自小编亲身经历感受，以及网友真实评论反馈。这7件鸡肋的家居用品，建议大家列入断舍离清单，别再投入了。这篇文章建议买了沙发的朋友们不要看，我怕你看完之后会扎心。为什么这么说呢？我们在装修新房时，往往没有太多经验，在选择家具上也是主要看颜值和价钱，本着好看就行、便宜就行的前提下买东西，基本就会忽略这些东西的基本作用。就比如沙发，沙发是一个家的门面担当，也是客厅的灵魂，它既要体现主人的品味与档次，又要满足生活的舒适与便利。这一期根据自身多年的从业经验，总结了沙发的7不选，希望帮助大家避坑，不是瞎说，都是经验教训。1. 扶手太窄的沙发不要选，低于13厘米以下，精致的造型，简约的线条感，特别是小户型比较适合窄扶手沙发，更节约空间。但是好看归好看，舒适体验感却不佳，扶手太窄真的不舒服，手和胳膊不好搭在上面不说，还不能靠也不能枕着休息，舒适性大打折扣。网友反馈，网友天天向上，当初为了节约空间，选了扶手窄的沙发，用了之后真的不舒服，不能搭手还不能枕，好郁闷。小东建议选择扶手宽度在20厘米左右的比较舒适，而且还不占用空间。2. 低靠背的沙发不要选，低靠背沙发看起来简约时尚，而且摆在客厅也很出效果，很受当下年轻人喜爱。但是我们选沙发不仅仅是为了好看，还要有足够的舒适度，那这种低靠背沙发后期使用时候其实很不舒服。试想一下，工作一天回到家，换好衣服，基本上都会靠在沙发里刷一会，手机缓缓发。可是
低靠背沙发因为高度不够，后背没有有效的支撑，我们的肩、颈、头部都是悬空的，坐上一会就会非常累。网友反馈，网友李某某踩雷了，当初看着很大气，结果中看不中用，没有靠背坐着腰不舒服，心塞啊。小东建议靠背高度选大于等于550毫米最为舒适。3. 坐宽太深或太浅的沙发不要选，坐宽深度不低于55厘米，不高于75厘米。坐深宽的沙发，视觉大气，半躺舒服，确实对年轻人诱惑不小。但坐宽太深的沙发对小户型特别不友好，高于75厘米，非常占空间。再有就是家里来客人的情况下，坐前面点靠不了背，时间长点特别累；坐后面点腿又挨不了地，不舒服还尴尬。网友反馈，网友酷靠太太。对于我来说，几乎不坐主人家的沙发，因为现在的沙发对客人并不友好，你总不能跑别人家里躺着吧？但是这种坐身大、靠背高的，10分钟我就腰疼了，这种只适合自己躺。然后我们来讲讲坐宽浅的沙发，低于50厘米。首先，腿部悬空不舒服，另外坐久了会非常累，躺在上面还翻不了身。网友反馈，网友小可爱家，第一次买沙发没关注什么坐身问题，就看颜值，买到手之后才知道不能买太浅坐身的，我比较喜欢躺在沙发上，真的搞不好一翻身就在地上了。小东建议坐宽深度在65至75厘米最为舒适。4. 坐垫太硬或太软的沙发不要选，之所以不推荐，是因为这两类沙发都有天然的缺陷，纯框架、薄海绵，没有太多海绵填充物，回弹差，这样的沙发坐着非常硬，特别不舒服。还有一些特殊造型的沙发，为了造型不便，所以做得非常硬，这样的沙发也不要选，坐久了硌屁股也是很不舒服。网友反馈，网友 7真的是糟心，颜值我还是满意的，就是坐感太不舒服了，坐10分钟以上我就想离开。5. 多功能沙发不要选，多功能沙发可坐可躺，还有充电、按摩甚至储物的功能。总之，各种五花八门的功能增加卖点，吸引你的眼球。当然，出发点是好的，为了满足不同人的需求，但是很多功能其实都不常用，还额外增加了造价，并且功能越多，后期出现维修问题的概率就大很多，很坑，妥妥浪费钱。网友反馈，网友星星，我家电机也坏了，插电就跳闸，修了好几次，真郁闷。网友罗罗，这种沙发下面离地面很低，扫地机器人进不去，没办法打扫，而且好多功能也不经常使用，还比正常沙发贵，不值。小东建议，沙发满足最基本的舒适、实用、高档就非常好了，要是想放松，再入个单独的按摩椅，那多香。6. 异形沙发不要选，很多人被各种异形的沙发吸
客厅区域是家庭的活动中心，也是一个家的门面。一套房子装修的好不好，客厅占了很大的比重。装修的时候的确要花更多精力在客厅的设计布置上，但是对于装修新人来说，也是最容易踩坑和多花冤枉钱的地方。有些东西其实根本没必要装，就算装了也是又贵又鸡肋。建议大家若在买房子装修，客厅一定坚持9不装原则，不是误导各位，是过来人的经验教训。1. 不装落地式鞋柜，当初选择做了落地式的鞋柜，本来想着顶天立地的设计，看起来更加大气，而且没有卫生死角，打理卫生更方便。结果每次出门或回家换鞋的时候，都得频繁开门，时间一长觉得太麻烦了，就干脆堆在门口，乱的不行。小东建议，如果你平时不够勤快，不如把鞋柜底下做成悬空的，预留15到20公分，进出换鞋比较方便，入门处也会看着也会更加整洁。另外，鞋柜内部设计建议做可活动的隔板，这样可以能够储存更多不同尺寸的鞋子。2. 不装瓷砖拨导线，后悔客厅跟风做了瓷砖拨导线。当初想着客厅毕竟算是家里的门面，尽量装的有点档次，等装完才发现这个东西并不适合小户型，费工费料不说，关键是摆放上家具基本上挡住了一大截，浪费钱还土里土气的。小东建议，越花俏的设计越容易过时，时间一久还会造成审美疲劳。建议客厅直接瓷砖通铺，空间显得更大，省钱是一方面，关键也更美观耐看。3. 不装复杂的电视背景墙，网上各种别人家的悬空背景墙，对新人装修来说诱惑不小。当初我家也花了8000多，跟风做了岩板背景墙，气派是气派，但也确实烧钱。刚装好的时候还觉得好看，但现在或多或少有些审美疲劳了。而且这种复杂的电视背景墙真的太容易过时了，过几年不喜欢了，想换都麻烦。小东建议，现在在家里看电视的时间越来越少，建议真不如简单刷一个乳胶漆，侧面可以选择做个收纳柜，或者做一排实用性更强的悬空抽屉柜，把省下的钱升级个大一点的投影，晚上窗帘一拉，它就可以变身电影院，不但实用性更强，而且还不易过时。4. 不装开放式柜体，不要做没有门的开放式隔断柜，这种设计我只能说谁做谁踩雷。你在实体店里觉得好看，那是因为人家店里打了灯光，而且放了装饰品，而真正装到你家的时候，基本上都是杂货架，平常积灰很严重，打扫起来超级麻烦，除非你请人打扫，不然自己来可能会累瘫。小东建议，如果柜子全做成封闭式的，可能会觉得太闷的话，建议采用藏8路2设计，即80%做成带门的，20%做成开放式的，这样既能体现出效果，又能方便日后打理卫生。5. 不装真皮沙发，真皮沙发虽说档次高，质感确实也不错，但缺点就是不抗造，尤其是家里有熊孩子或者养宠物的，很容易就被划坏，破了维修也很难。而且皮沙发冬天冷冰冰的，夏天又粘人，关键是价格也不便宜，优质的皮沙发至少在5位数以上。小东建议，再好的真皮沙发也需要定期保养，而且时间长了还是会被磨坏的，建议不如选布艺沙发，性价比高，3、4千元就能买个不错的款式，而且方便拆洗，用几年坏了也不会很心疼。如果实在喜欢皮沙发的质感，可以考虑科技布材质，性价比更高。6. 不装木地板，木地板脚感舒适，尤其是对于小户型来说，确实比较温馨。但是客厅是咱们活动的最主要空间，木地板的硬度和耐磨度都不如瓷砖，时间一长很容易产生划痕。另外，木制品还有湿胀干缩的特性，受潮还会发生变形起拱，后期维修更换都非常麻烦。小东建议大家客厅首选铺瓷砖，无论是耐磨性还是环保性，都比木地板好得多，关键是还容易清理，也不用保养，非常省心。7. 不装灯带，有很多人和我一样，是被装修设计师哄着装了这个东西的。灯带本身是为了烘托氛围的，如果你装了经常用也就算了，关键是平时总不开，时间长还积灰。像我家从装完到它坏也没开过几次，纯属浪费钱。其实客厅装了主灯，真心用不着这个东西了，还有射灯也一样。小东建议，如果你要做现在很流行的无主灯的设计，还可以考虑用到灯带和射灯，但是建议务必要找灯光设计师做专业规划，因为做好了就是给装修增光添彩，否则就是画蛇添足，多余浪费钱，还容易翻车。
8. 不装硅藻泥，很多商家宣称硅藻泥能够除甲醛，为了装修环保、家人健康，很多人交了智商税。虽说这些材料的确能吸附甲醛，但能力实在有限，饱和后还会释放出来，反而增加了甲醛的挥发时间。最关键是凹凸不平的质感，装饰效果一般不说，还特别不耐脏。小东建议，硅藻泥这类材料本身没有行业规范，大部分以小牌子为主，材料和人工成本还很高，建议不如用乳胶漆，性价比高，颜色选择多样且环保，价格也更经济实惠。如果觉得装饰效果太单一，可以局部选择用墙布点缀。9. 不装复杂的吊顶，老一辈装修房子基本都要做吊顶，那时候讲究无吊顶不装修，而且还要做那种很复杂的夹层吊顶才显气派。但现在都2023年了，需要吊顶用来装饰的时代已经过去了，现在的装修更讲究轻装修、重装饰，越复杂的东西越不提倡。而且现在的住宅层高基本不高，做吊顶很容易压层高，显空间压抑。小东建议，如果家里安装了中央空调和新风系统，必须做吊顶的话，也建议选择局部做边吊即可。反之，真不需要做吊顶，积灰还浪费钱，不如直接做个石膏线，后期软装搭配好，效果一样不会差。结语：总之，装修除了好看更要耐看，往往简约的最能经得起时间考验。在满足颜值的基础上，更重要的是以实用为主，切记不要盲目跟风。与其说流行的是最好的，不如说适合自己的才是最好的。这篇文章建议买了沙发的朋友们不要看，我怕你看完之后会扎心。为什么这么说呢？我们在装修新房时，往往没有太多经验，在选择家具上也是主要看颜值和价钱，本着好看就行、便宜就行的前提下买东西，基本就会忽略这些东西的基本作用。就比如沙发，沙发是一个家的门面担当，也是客厅的灵魂，它既要体现主人的品味与档次，又要满足生活的舒适与便利。这一期根据自身多年的从业经验，总结了沙发的7步选，希望帮助大家避坑，不是瞎说，都是经验教训。1. 扶手太窄的沙发不要选，低于13厘米以下，精致的造型，简约的线条感，特别是小户型比较适合窄扶手沙发，更节约空间。但是好看归好看，舒适体验感却不佳，扶手太窄真的不舒服，手和胳膊不好搭在上面不说，还不能靠也不能枕着休息，舒适性大打折扣。网友反馈，网友艾特天天向上，当初为了节约空间，选了扶手窄的沙发，用了之后真的不舒服，不能搭手还不能枕，好郁闷。小东建议选择扶手宽度在20厘米左右的比较舒适，而且还不占用空间。2. 低靠背的沙发不要选，低靠背沙发看起来简约时尚，而且摆在客厅也很出效果，很受当下年轻人喜爱。但是我们选沙发不仅仅是为了好看，还要有足够的舒适度，那这种低靠背沙发后期使用时候其实很不舒服。试想一下，工作一天回到家，换好衣服，基本上都会靠在沙发里刷一会，手机缓缓发。可是低靠背沙发因为高度不够，后背没有有效的支撑，我们的肩、颈、头部都是悬空的，坐上一会就会非常累。网友反馈，网友艾特李某某，踩雷了，当初看着很大气，结果中看不中用，没有靠背坐着腰不舒服，心塞啊。小东建议靠背高度选大于等于550毫米，最为舒适。3. 坐宽太深或太浅的沙发不要选，坐宽深度不低于55厘米，不高于75厘米。坐深宽的沙发，视觉大气，半躺舒服，确实对年轻人诱惑不小，但坐宽太深的沙发对小户型特别不友好，高于75厘米，非常占空间。再有就是家里来客人的情况下，坐前面点靠不了背，时间长点特别累，坐后面点腿又挨不了地，不舒服还尴尬。网友反馈，网友艾特酷靠太太，对于我来说几乎不坐主人家的沙发，因为现在的沙发对客人并不友好，你总不能跑别人家里躺着吧。但是这种坐深大靠背高的10分钟我就腰疼了，这种只适合自己躺。然后我们来讲讲坐宽浅的沙发低于50厘米，首先腿部悬空不舒服，另外坐久了会非常累，躺在上面还翻不了身。网友反馈，网友艾特小可爱爱家，第一次买沙发没关注什么坐深问题，就看颜值，买到手之后才知道不能买太浅坐深的，我比较喜欢躺在沙发上，真的搞不好一翻身就在地上了。小东建议坐宽深度在65至75厘米最为舒适。4. 坐垫太硬或太软的沙发不要选，之所以不推荐，是因为这2类沙发都有天然的缺陷，纯框架、薄海绵，没有太多海绵填充物，回弹差，这样的沙发坐着非常硬，特别不舒服。还有一些
特殊造型的沙发，为了造型不便，所以做得非常硬。这样的沙发也不要选，坐久了硌屁股也是很不舒服。网友反馈，网友 S7 真的是糟心，颜值我还是满意的，就是坐感太不舒服了，坐10分钟以上我就想离开。5. 多功能沙发不要选，多功能沙发可坐可躺，还有充电、按摩甚至储物的功能。总之，各种五花八门的功能增加卖点，吸引你的眼球。当然，出发点是好的，为了满足不同人的需求，但是很多功能其实都不常用，还额外增加了造价，并且功能越多，后期出现维修问题的概率就大很多，很坑，妥妥浪费钱。网友反馈，网友艾特星星，我家电机也坏了，插电就跳闸，修了好几次，真郁闷。网友艾特罗罗，这种沙发下面离地面很低，扫地机器人进不去，没办法打扫，而且好多功能也不经常使用，还比正常沙发贵，不值。小东建议，沙发满足最基本的舒适、实用、高档就非常好了。要是想放松，再入个单独的按摩椅，那多香。6. 异形沙发不要选，很多人被各种异形的沙发吸引，觉得有特点、有风格，还特别艺术，并且很有设计感。但这种沙发往往都是冲动买时易时爽，华而不实，很鸡肋，买到家里跟其他家居搭不到一块去，还非常占地方。网友反馈，网友艾特娇娇呀，网上看到异形沙发很网红，就跟风了，结果到家之后真的不适合小户型，又宽又胖，而且不是正版的，做工也很粗糙。网友艾特花椒，真的很挑户型，并且非常吃空间，占地方，听人劝吃饱饭，打算换直排的了。小东建议选择跟整体风格一致且舒服大气最为重要，当然如果你特别个性特别喜欢，请略过这条。7. 科技布沙发不要选，科技布沙发我特别不推荐，买它的人，第一预算有限，买不起皮的，第二懒得打理，不想买布面的，但用过的人就知道它有多糟糕了。总结下来，科技布沙发坚固不耐脏，不易打理，变形、掉皮，这些缺点于一身，它只会坑一批追求潮流的人，然后就会被时代淘汰掉，就好比曾经的曲面屏电视一样。网友反馈，网友艾特呱呱呱呱呱呱，极度不耐脏，擦了还会有水印，这哪是买了个沙发，这是买了个小祖宗供着，妥妥大冤种，分分钟想扔了。网友艾特是倩倩，说是好打理的卫生的科技布沙发，这才2个月就被家里的小神兽造成这样了。网友艾特野蛮区其病，啥科技布不科技布的，就是人造皮，换了个说法而已，用不了多久就掉渣了。小东建议，预算够买皮的，预算有限买布艺。另外，说实话，咱们新家装修买沙发，可能一用就需要用它个7、8年，甚至更久。所以，沙发一定要选后期使用起来省心省力的，千万别图便宜，因小失大。结语，最后奉劝大家，买大件家具一定要三思而后行。就比如沙发，在生活中承担着很重要角色，不仅颜值要高，还要有足够的舒适性。